花季少女衣不蔽体的躺在甲板上，一旁猥琐的老男人拿着相机不停的拍摄，还时不时的伸出咸猪手上下游走。女孩紧握拳头却不敢反抗，因为她正用这种方式替母亲还债。接着女孩熟练的站起身，背对男人等待着接下来的噩梦。正当男人解开皮带步步靠近之时，他的儿子冲进来，将一把剪刀插进了男人的心脏。男孩小帅无法相信自己最敬重的父亲竟然当着自己的面侵犯自己喜欢的人。小美穿好自己衣服来到小帅面前，无比感谢他让自己摆脱了恶魔。他握着小帅的手，真诚地告诉小帅是他杀了对方，并告诉小帅两人以后不要再见面了，因为他看书上说，只要逃过15年的追诉期，就能免除罪行，到时候他们就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之后他们伪造现场，顺着升降机的通道爬了出去。警方接到报案，迅速赶到现场，发现大门是从里面被反锁的，现场十分干净，像是被清理过的，唯一的出口除了大门，就是这个大人无法通过的升降通道，这明显就是一起密室谋杀案。随后警员在勘察现场时，在床下发现了一卷磁带，通过调查发现这卷磁带正是小帅的。可等他找到小帅时，他们全家的口径却出奇一致，这让警员老金没有找到丝毫破绽。随后警方排查死者社会关系，发现他生前曾多次给一个女人转钱，两人关系暧昧不清，而这人正是小美的母亲。很快警员老金就找到了小美家，可小美母亲却矢口否认见过死者，而小美则是当场点破。这让母亲嫌疑倍增。之后他在母亲饭里放了安眠药，然后打开燃气伪装自杀。小美敲开了房东的门，谎称自己没带钥匙，然而房东刚开门就闻到一阵刺鼻的燃气味，而此时的母亲早已经中毒身亡。通过警方调查，母亲的死纯属意外，并且警方还在母亲的衣柜中找到了死者的打火机。就这样，母亲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替罪羊，而这一切都如小美的安排。母亲因无法还欠下的巨债，显示杀死了老金，然后又畏罪自杀，一切看上去都那么理所当然。然而老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凶手到底是如何从密室逃脱的？他将自己的疑问告诉了局长，但局长却大骂老金多管闲事。为了弄清真相，老金一意孤行，他将儿子带到凶案现场，想看看儿子的体型是否可以从升降井逃脱。谁知他只是点烟的功夫，儿子竟意外失足掉下去摔死了。从这之后，这起案件成了老金心中无法触及的伤痛。本以为真相可以就此被掩盖，却不成想小帅的继父意外发现了小帅带血的毛衣，他以此威胁小帅母亲，侵吞了小帅家的房产和店铺。然而即使过去了14年，继父却依旧不知足，不仅时常殴打母亲，还以当年的事要挟小帅给钱。为了扫除障碍，小帅毫不犹豫地勒死了继父，然后伪装成自杀的现场。负责调查的老宋很快就看出了其中的猫腻，通过继父的社会关系，警方很快查到了小帅身上，并得知了14年前的谋杀案。他找到之前负责这起案件的老金，如今的老金浑浑噩噩，并不想过多插手。老宋毫不气馁，再次来到了案发现场，竟无意中发现了杂志上被重点标注的小美。而正是因为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引火上身，遭遇杀身之祸。想通一切的老金给老宋打去电话，哪知却得到老宋失踪的消息。殊不知他现在早已被埋在花园当肥料了。宋警官的凭空消失，让老金对小帅产生了怀疑。他来到小帅家调查，却意外跟财阀秘书发生了冲突。最终两人互相了解情况后，老金得知秘书是在帮财阀调查小美，看他是否有资格成为财阀夫人。秘书不仅要每天拍照跟踪，甚至小美每天和几个男人说话也要明确记录。尽管小美表现的已经极其完美，但财阀却始终都有顾虑。而小美也发现了财阀的行为，于是他决定背水一战，将一封信放进了储物柜。很快小帅就以洗车工的身份悄悄在车中做了手脚，然后他和财阀一起坐上了汽车。随着不断飙升的车速，小美死死握住安全带，随着车速越来越快，刹车很快失灵撞上护栏，并完成了高难度的空中转体3周半。这正是小美想要的结果。司机率先爬出了车子，小美解开财阀的安全带，却看到他的腿已经被卡住。此时车子已经起火，小美见状丢下已经受伤的财阀，独自下车。然而就在财阀露出失望的表情时，小美从另一侧砸碎车窗，打开了车门，拼尽全力将财阀拉了出来。财阀紧紧依偎在小美怀中，死里逃生的财阀彻底放下了戒心。财阀出于愧疚，向小美坦白了跟踪调查的事情。意料之外，小美并未生气，反而楚楚可怜的向财阀坦白了自己杀人犯女儿的身份，然后委委屈屈的向财阀提出了分手。哪知财阀瞬间心软，
提出了结婚，而这正是他欲擒故纵的手段。可财阀的女儿得知后强烈反对。从小坎坷的经历让小美学会了不惜一切代价往上爬，她会除掉一切阻碍她的人。